蒙古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说法虽然是网络笑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现实。作为世界知名饺子馅国家，蒙古被中俄完全包裹，其他国家想要打蒙古，就得先打通中俄这两个连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都不敢直接下场的副本，而中俄则是默契的把蒙古当作军事缓冲区，也不会威胁蒙古的安全。有两大世界强国确保国家安全，蒙古可以安心享受和平发展红利。蒙古境内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甚至蒙古国内的政治环境也一直相对稳定。按说有这么好的条件，蒙古的经济应当发展不错。然而现实却是，蒙古至今仍是亚洲最贫穷的10个国家之一，全国1/4的人口仍在遭受贫困的困扰。这不由让人疑惑，蒙古是怎么把自己混得这么惨？蒙古经济正在陷入危机状态，这是2022年亚洲开发银行对蒙古经济状况给出的评语。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蒙古的经济或许是从未走出过危机。这个国家直到2020年才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成为中低收入国家。但当年的人口贫困率依旧高达 28.4%。要知道，蒙古的贫困标准是，只要一个人有地方住，每日能够摄入热量2100大卡，就不被视为贫困。在这个标准下，依旧被评价为贫困的人，基本可以是连最为基础的生存需求都难以得到保证。然而在蒙古，这样的人超过了他们总人口的1/4。蒙古的贫穷从此可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实堪称得天独厚。从安全环境来看，蒙古国作为一个内陆国，要威胁它的国家安全，要么是邻国打过来，要么是邻国已经被打下来。蒙古仅有2个邻国，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连美军也不敢轻易挑衅的世界知名军事强国，邻国被打下来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他的2个邻国中，中国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从未侵略过任何其他国家。只要蒙古不脑抽了主动进攻，中国绝不会对蒙古动手。而俄罗斯虽然没有中国那么讲究和平，但是它在西面面临着北约的强大压力，在东面还与日本有岛屿争端，绝不会想再开第3条战线。再说，对于俄罗斯来说，留着蒙古这个弱鸡做军事缓冲区，比直接与中国长距离接壤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蒙古堪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完全不必为外来侵略忧心，天然自带和平发展红利。从自然条件来看，蒙古国土面积高达156万平方公里，就算荒漠戈壁的面积大了些，但是草原的面积也曾经超过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从理论上讲，这个国家总共也就那么300多万的人口，却有这么大的草场，都去放牧，应该也不至于落到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更加得天独厚的是，蒙古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光是以探明的矿产资源就有80多种，其中铜、煤、萤石、稀土等的探明储量均居世界前列。由于蒙古本国的技术水平有限，目前探明的矿藏大多是地表矿，深部并未得到充分探测，这就意味着蒙古的实际矿产资源的种类和储量会比目前探明情况多得多。太平洋岛国瑙鲁就靠着卖鸟屎都能富裕几十年。如今的中东产油国也是世界知名的富裕大户，与蒙古条件颇为相似的澳大利亚，仗着与英美同气连枝，获得了一些技术转移，更是已经混成了发达国家。虽然非洲、拉美也有许多虽然矿产资源丰富却依然贫穷的资源型国家，但那些国家要么是战乱仍贫，要么是矿产早已落入欧美资本的掌控之中。但是这些问题在蒙古这里也都不存在，这不由让人产生了一个疑惑：蒙古明明家有金山，也能安稳开发，是怎么把自己混到世界知名贫困户这么惨的地步的？说起来蒙古的经济情况其实也不是一直都这么惨不忍睹的。众所周知，蒙古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但在清末民国时期，趁中国国力孱弱之际，蒙古在俄国的支持下闹起了独立。一开始，蒙古的独立并没有得到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就连俄国也迫于国际压力，在恰克图协约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中退步，承认蒙古只是自治。然而，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迫切希望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协议中出卖中国利益，宣布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出于安全角度考量，认为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坚称外蒙古的现状就是已经独立建国。蒋介石政府作为一个买办政权，在美国已经默认的情况下，只略作争取就选择妥协，同意只要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赞成独立，就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
但当时的外蒙是苏联扶持的人民党当家，所有反对人民党的势力都遭到了残酷镇压，外蒙境内甚至还有大量苏联驻军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公投，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在1945年10月的公投中，所有参加投票的公民都赞成外蒙独立。随后，蒋介石政府在1946年1月对外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国共产党虽然宣称不承认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在赢得解放战争成为中国政权代表后，也曾就外蒙古问题向苏联据理力争。但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严峻，面对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施压，新中国需要苏联的承认和帮助来打开局面。因此，在苏联坚决不肯放手的情况下，新中国政府也只能承认外蒙古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鼓动外蒙古闹独立，从沙俄到苏联都少不了给外蒙古提供援助。而在蒙古独立之后不久，美苏冷战格局就正式形成，苏联将蒙古纳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组织京沪会。在京沪会的经济框架下的国际分工中，蒙古由于有着传统优势产业、农牧业和丰富的资源，被定位为京沪会中的牧场和矿井。根据这一定位，苏联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蒙古提供了相应的帮助。虽然在畜牧业方面，由于苏联指导下的集约化生产改革没能真正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增长之后，又跌回了原来的水平，甚至由于政府将发展重点转向工业，进一步下跌。但是在工业方面，苏联与东欧的援助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此之前，蒙古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落后的技术水平、有限的人口数量和贫瘠的财政收入，决定了它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兴建工业。而由于工业的落后，蒙古无法将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助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援有效地解决了蒙古发展工业所面临的困难。尽管苏联与东欧的援建项目严重偏科，基本上是在资源点附近新建矿场，只附加了少量配套设施，且援建人员掌握了工厂的许多关键环节，并常常以指导的名义介入蒙古企业的管理。但是不管怎么说来说，苏联和东欧的援助都大大加速了蒙古的工业化进程，对蒙古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蒙古4·5计划期间，蒙古遭遇了多次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牲畜损失，传统支柱行业农牧业严重受挫。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靠苏联和东欧援建的工矿企业高速发展，补上了农牧业的损失，蒙古的经济情况才没有恶化。见状，蒙古索性在后续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工业的投入，矿产出口对蒙古国民收入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蒙古丰富的资源支持下，蒙古经济一度发展的还算不错，人均 GDP 一度是内蒙古的6至7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东欧巨变，京沪会体系开始崩溃，京沪会体系下的国家经济都遭受了严重打击。蒙古作为矿山和牧场的原材料供应国，对京沪会体系的分工互助依赖程度更深，受挫尤其严重。偏偏在这个时候，一直为蒙古提供贷款的苏联，因为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反而减少了对蒙古的援助，更令蒙古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1990，蒙古的 GDP 总值较前一年严重萎缩，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00%。然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等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蒙古的外援彻底断绝。更要命的是，由于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之下经济停摆，原本从苏联进口的燃料、机械等物资也断了供应，蒙古的工业随之彻底停摆。原本好不容易稍稍稳住跌势，蒙古 GDP 再度开始断崖式下跌，蒙古甚至陷入了粮食危机。即使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蒙古提供了紧急援助，蒙古依旧要实行食品配给制，才能尽可能地满足更多民众的生存需求。但即便如此，到了1993年，蒙古的贫困率还是一路飙升到了 36.9%， 也就是说，超过1/3的人甚至没法吃饱。长期依赖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做事的蒙古政府根本不知道怎么依靠自己解决问题。面对困难，他们能想到的就只有赶紧抱一个新大腿。当时世界上美国一家独大，连原本的老大哥苏联都投了西方阵营，蒙古自然也想靠上美国。为讨美国欢心，蒙古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但是这种无组织无计划的快速私有化，反而在事实上给蒙古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尤其是给蒙古普通民众造成了更深重的苦难。在城市里，私有化无法改善企业所面临的燃料、配套设施匮乏、产品销路不畅的问题。企业该破产的还是要破产，工人该失业的还是要失业。
虽然在私有化过程中，蒙古也给民众分了股票凭证，让他们能够购买任意企业股票，看起来只要还有企业能活下去，民众就不至于一无所有。但是大多数民众受限于认知水平和当前的生活困境，在蒙古高层与外国资本仗着信息优势从民众手中收购这些股票时，根本无法拒绝钱财落袋为安的诱惑。虽然也有一些有见识的人知道股票的重要性，在拒绝了资本的低价收购，但是这些人同样没能保住自己的财富。由于生产所需的资源供应和出口渠道的限制，注定只有少数企业能在这场动乱中活下去。而这些活下去的企业，不用说，就是那些股份被收走最多的企业。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只会随着公司的破产而变得一钱不值。如此一来，大多数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没有因私有化而有所好转，反倒是由于全面私有化失去了原本的社会保障。城市工业化人口在转轨改革中深受其害，依旧从事农牧业的民众情况也好得有限。好一点的地方在于，工厂必须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运转，给工人分股份，再通过后续操弄吞并民众财富面上说得过去。但放牧靠家庭就能够完成，牧场的牲畜必须得按人头平分给牧民。中国有句老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是在说按照传统方式运作的畜牧业是一种高风险的产业。旱灾、雪灾、风灾、瘟疫，任何一种灾害都会导致牲畜的大规模死亡。原本蒙古在苏联的指导下搞集约化养殖，虽然养殖技术没有得到什么质的提升，养殖量一直上不去，但是客观来说，集约化对蒙古牧业并不是没有帮助的，至少牧场配备的水井、收容所、兽医站等配套设施有效地降低了牲畜的死亡率。但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这些配套一来不好分配，二来牧民也不懂运行，也被企业化。而这些新生的企业大多因不适应市场经济而破产，剩下的少数则仗着垄断地位向牧民收取高价。对于那些交不起或者不愿交钱的牧民来说，这相当于是摧毁了他们的抗灾能力。虽然他们确实在私有化过程中分到了一些牲畜，但是却随时可能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变得一无所有。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牧场集体化经营时期不从事放牧工作、放牧技巧生疏的牧民来说，在灾害中维持牧群更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加糟糕的是，在蒙古的私有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在未来导致了蒙古的灾害更加频繁，那就是牲畜私有了，但是草场还会公有，所有牧民都可以使用。如此一来，牧民们自然也不再考虑草场的承载能力了，反正是国家的草场，不用他们操心。而且就算草场过载退化，还可以去其他草场继续放牧，他们只需要关心自己的收入。谁都知道，养殖的牲畜越多，牲畜的经济价值越高，最后的收入肯定也就越高。于是蒙古的牧民们都拼命多养牛羊，尤其是多养产出羊绒、经济价值高的山羊。过度放牧不出意外的导致了草场退化，尤其是山羊不止吃草，还会连草根一起跑出来吃掉，更是给草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蒙古许多草场因此变成了荒漠。荒漠面积的扩大又导致了蒙古的沙尘暴越发频繁，给牧民家庭造成了更多的风险。但即使是认识到了过度放牧的危害，蒙古的牧民却没法停下扩大牧群的脚步。因为经济规律的作用，在经历了多年的增产之后，蒙古的羊肉价格已经被打了下来。而且由于环境退化和牧场挤压，蒙古国内的种植业用地也越来越少，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只能高价从国际上购买。蒙古国内的粮价因此不断被推高。在这种情况下，牧民们想要维持正常生活，就只能不断扩大牧群的数量，而这又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羊肉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或许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蒙古国内羊肉价格低，为什么不通过出口来解决产量过剩的问题？就算蒙古是陆锁国，往欧美出口不方便，但蒙古的南方邻居中国这些年的经济也好起来了，人们的消费水平高了，对牛羊肉的需求同样不小，还经常为肉价上涨头疼呢。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法，蒙古显然不会想不到，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中国对于进口产品有严格的规范。活羊进口不仅需要申请审批，入境后还会进行一系列的隔离检疫流程，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活羊进口规模不会太大，毕竟隔离场只能装那么多。牛羊肉的进口倒是不受检疫区的规模限制，但是为了食品安全，中国只进口冷冻和冰鲜牛羊肉，这就要求必须搞冷链运输。但蒙古的牧民可搞不起冷链，甚至蒙古的企业有冷链的也不多。
这次是被自己的糟糕条件限制了出口规模。除了冷链，蒙古国内糟糕的交通状况也是一个导致出口受限的一大问题。截至2023年，蒙古国内的铁路里程只有不到2000公里，无论覆盖面积还是运力都极为有限。公路情况稍好，有接近12万公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土路，做过路面硬化，行驶条件稍好些的只有1.2万公里。高速公路更是只有中国原建的乌兰巴托新机场高速公路，全长仅32公里。在这样的基础设施状况下，蒙古的运力上限就那么点，当然要尽量多运能赚钱的东西。矿产比羊肉价格贵，蒙古宝贵的运力当然要先顾着矿产，能够分给羊肉的实在不多。如此一来，通过出口缓解国内价格压力的路也没法用。蒙古牧民养的牛羊就只能在国内卷，把国内的肉价越卷越低，又在肉价下降的压力下，为了生活养更多牛羊。眼看牧民们因为过度放牧导致的恶性循环陷入了困境，蒙古的政府不但没有想办法帮助牧民走出恶性循环，反倒是火上浇油，趁机搞出个国营高利贷，狠狠从牧民身上薅羊毛。许多蒙古牧民因为一时的困境借贷，随后就因各种原因还不起贷款，只能任由银行将用作抵押的牲畜收走，自己拿着仅剩的蒙古包到城市周边驻扎，去城里讨生活。既然畜牧业干不下去，投身工矿业和配套服务业本来也是个办法，但是蒙古的工矿业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口，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中国光是山西的煤矿养活了超100万人口，蒙古的矿产资源比山西可要多多了，怎么会连区300万人都养不住？但是蒙古工矿业还真就这么惨。前面提到过，蒙古的工矿业是在苏联和东欧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关键技术和企业管理都要依靠苏联和东欧的援助人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这些援助人员自然都撤了，蒙古也因此丧失了运营工矿企业的能力，这也是后来蒙古工厂大规模倒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要发展工矿业，通过矿产出口来恢复蒙古经济，自己又没有开采能力，自然就只能依赖外资，指望外资给他们带来相应的技术。外资倒是确实对蒙古的矿产感兴趣，但资本是为逐利而来，本就不像国家投资那样注意人才培养，何况蒙古还不是他们的母国，就更没法指望资本家的良心了。眼看蒙古工人水平有限，外资大多不会选择费心费力地培训蒙古工人，提升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而是干脆直接雇佣外籍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蒙古虽然工矿业确实发展起来了，但是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十分有限，还都是些低薪岗位，没法带动围绕矿业工人展开的各种服务行业发展。而这些外资企业靠卖矿赚得的利润大头被外资带走，剩下还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属蒙古国国内与外资合作的寡头。原本不管怎么说，蒙古政府都还能从中分到一份，如果他们能够妥善使用这一份钱，蒙古的国民生活水平也能够因为工业得到好转。但是自私有化改革以来，蒙古国内的腐败问题愈发严重，这些钱大多被政府人员以各种方式收入囊中，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蒙古民众丝毫没能从工矿业发展中获利，反而要面对工矿业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众所周知，采矿业对于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会造成严重的土地破坏和大气污染。尤其蒙古还是地表矿床，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蒙古 PM2.5 指数已经不是超标这么简单，甚至到了长期生活有致命风险的水平。同时，采矿还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这对于本就备受土地荒漠化困扰的蒙古牧民来说，更是不可承受之重。眼看着周边的矿场让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得越发糟糕，不少蒙古民众开始表达对矿场的不满。蒙古政府为了获得选票，也要有些行动。对于经济严重依赖矿产出口的蒙古来说，让他们放弃工矿业这个经济支柱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和寡头也不愿将属于自己的份额分享给人民，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矛头对准外资，指责外资窃取蒙古财富，还不使用蒙古员工，对外资企业重拳出击。然而事实上，外资已经做到了帮助蒙古将资源转化为效益的需求。蒙古民众感觉生活水平不增反降的真正原因是蒙古社会分配的问题，导致蒙古经济发展不能惠及民众。把外资赶走只能一时缓解民粹情绪，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外资走后，蒙古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玩不转工矿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矿业公司破产。
原本这些矿业公司还能够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虽然大多被政府贪污，但总有一些能被用在实处，而且多少会创造一些就业岗位。如今公司倒闭，这些也都没有了，蒙古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就又回想起外资的好处。政府自然是顺水推舟，重新招商引资，但是结果也只是开始了新一轮循环。蒙古对中国别扭的态度更是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到目前为止，大宗货物的陆运成本远远高于海运成本。蒙古作为一个内陆国，出口只能走陆运，至少也要通过陆运过境中俄，才能从中俄两国的港口转海运。对于矿产这种低附加值的商品来说，运输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产品竞争力严重下降，这导致蒙古的常见矿产在国际上往往很难与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的竞品竞争。至于那些欧美愿意承担高价运费进口的关键矿产，如稀土等，中俄又不会轻易放任这种战略资源经由自己境内国境落入对自己有敌意的国家手中。所以到头来，蒙古的出口产品的主要买家还是中国和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自己也是资源大国，而且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一通折腾，本就偏科瘸腿的工业遭受重创，对蒙古的矿产需求不大。到头来，蒙古的出口对象就只有中国。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依靠对华贸易，蒙古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GDP 总量一路从2000年的11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122亿美元。然而，到了2012年，蒙古却打着要掌控战略资源的名义，出台了一部限制外商投资法。虽然蒙古没有明说，但当时蒙古境内的外资主要都来自中国。该法出台背景更是中企试图收购蒙古煤矿公司南戈壁公司，却在蒙古政府的干涉下失败，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眼见蒙古政府针对中企，对蒙投资营商环境堪忧，中国投资者自然也会避险。2013年，蒙古外资吸引数量直接腰斩，靠外资支持的蒙古经济蓬勃发展势头也顿时停止。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连忙再度修改法律，放宽对外资的限制。时任总理诺罗布·阿勒坦呼亚格亲赴中国，请求加强中蒙间的经济合作。然而，每当中蒙合作取得一些进展时，蒙古总要再闹出针对中企配合美国反华战略之类在中蒙关系上扎刺的新闻，令中蒙关系出现波折，也使得中国投资者逐渐对蒙古丧失了信心。但是蒙古政府明知出尔反尔必然招致公信力下降，却依旧乐此不疲，给蒙古经济发展制造了诸多障碍。对此，蒙古政府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蒙古政府当然知道，只有依靠中国，蒙古的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每一届政府上台后，都会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关系。即使是喊着反华口号上台的蒙古前总统巴特图勒嘎，等到上任之后，立刻改其意志，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疫情期间还来访华颂扬，表达蒙古对中国的友谊。然而，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却给外蒙造成了更大的恐惧。毕竟，蒙古这个国家原本就是在俄罗斯的扶持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本就没有多少国家认同意识。在有苏联书写日子好过的时候，外蒙当然不会想着回归中国。但眼看着民族认同、文化相通的内蒙的邻居日子逐渐赶超自己，一些人心里难免要产生投中的想法。要是再知道了本国的经济其实也是靠着中国发展的，这种情绪肯定会进一步发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蒙古政客们自然要拼命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经常无视中国对蒙古经济的重要带动作用，反而指责中资企业窃取蒙古资源，阻碍蒙古发展。尽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蒙古民众却能够轻易接受这种观点。一来是对现状的不满需要有发泄目标，二来也是反华在蒙古也是老牌政治正确了。如今的蒙古政府担心民众心向中国，当年挑拨蒙古分裂出中国的苏联政府难道就不担心了吗？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苏联不惜自毁声誉，也要推动蒙古独立。要是蒙古侵华，甚至是重新回归中国怀抱，苏联不成了白折腾一场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苏联又是支持乔巴山在国内搞大清洗，又是推动蒙古改用文字，想方设法割裂中蒙关系。尤其是在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更是示意蒙古政府在国内大肆煽动反华情绪。经过几十年的灌输，蒙古民众本就在潜意识里反感中国，这为蒙古政客们提供了方便。于是，蒙古在野党经常利用反华议题挑动民众情绪，攻击执政党与中国的合作，为自己争取民意支持，以期在下次大选中上位。执政党考虑的要稍微多点，毕竟作为执政党，经济搞不好肯定会掉支持率。而蒙古的经济还要指望中国，
但是，一旦遇到蒙古国内矛盾激化，政府压不住的时候，执政党也会选择限制中蒙关系，拿中国来转移矛盾，这就导致了一个相当割裂的现象。蒙古一边喊着要优先发展对华关系，一边却时不时出台各种针对中国的政策。虽然他们的动作没法真正方案到中国，实在跳得高了，中国稍微出手收拾一下就老实了，中国政府也不至于因此就和蒙古翻脸，但是防备总还是会有的。为了防止蒙古从中作梗，中国在与俄罗斯合作的时候，经常选择绕开蒙古，蒙古在不知不觉间丧失了不少发展机会。更重要的是，每一轮蒙古反华活动中，中国投资者的损失都是实打实的，这令蒙古在中资眼中成为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对蒙古的投资变得格外谨慎。蒙古这样一个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技术没技术的国家，想要实现发展，至少在最开始必须依赖外资帮助。然而，资本也不是做慈善的，想要吸引外资进入，总得让人家看到赚钱的机会。蒙古没钱没人，自然也就没什么市场。虽然有点矿，但是因为糟糕的交通条件，矿石运到中国的成本就已经比澳大利亚矿石走海运到中国还要高了。对于资本来说，赚少就是亏，投资蒙古还不如去其他矿产大国多找找机会。也就中国投资者因为距离近，算算觉得将来基建建设起来成本就过得去了，还算愿意去。如今中资再犹豫，蒙古的经济一蹶不振，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只是苦了蒙古民众，为了政客的一点小心思，不得不继续在贫困中挣扎求生，甚至看不到希望。